2026年7月29日，朝圣基金局 Tabung Haji 皇家调查委员会 RCI 的这个 report 报告呢，就正式发布了。这个报告就审查了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的运营还有管理的状况。这里不针对任何部长或者是任何官员，也不牵扯任何的政治或者是种族的元素，还请政客们朋友们，大家高抬贵手。今天我们就用专业的角度，还有白话文来拆解和讨论这个 RCI 的 report， 当中有讲到 Creative Accounting。那身为一个特许会计师，怎么可能不讲讲呢？水，我是宋。这份报告有200多页，首先有执行的摘要，第二呢是它的委员会的成立背景，第三是朝圣基金局的管理还有运营的背景，第四是调查的发现还有建议，第五是它的总结。每一章都非常的重要，当中涉及的人物太多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读一读哦，没有时间读不用紧，就看我的视频就好了。第一章，先了解一下朝圣基金局。马来西亚朝圣基金局 Lembaga Tabung Haji 简称 LTH 于1963年9月30日呢就正式成立了。最初它名为 Lembaga Urusan dan Tabung Haji JUTH， 并在1969年与国家回教基金会合并，最终呢就在1995年根据新法令重组并更名为现在的朝圣基金局 Lembaga Tabung Haji。 这个 Tabung Haji 的成立还有运营呢都是由法律管辖的，包括刚才我们所讲到的1995年朝圣基金局的法令，也简称535法令。这个报告里面就一直都围绕在535法令，这个是赋予它合法的地位，它的监管的权利，还有运营的架构，还有核心的法律。那同时间这些存款啊，这些投资的运作啊，也必须要符合伊斯兰教法 Sharia 的原则，并设有专门的伊斯兰监督委员会 Sharia Supervisory Council 来进行把关。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个 Tabung Haji 呢？ Tabung Haji 的核心目的呢，是为了要协助穆斯林储存以赴他们的圣地麦加去朝圣，并解决当时穆斯林的痛点。这就要讲述到在上世纪60年代，许多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呢，为了存钱去朝圣，就不得不把现金藏在家中，就好像我们的前首相这样，面临极大的失窃风险，或者将这些钱呢存入传统的银行。不过这个传统的银行啊，就涉及到 interest 嘛，利息嘛，所以就不符合伊斯兰的教法。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些穆斯林他需要变卖他的土地还有农场来筹集钱去朝圣，往往呢在中间都被一些中介啊或者是一些不法分子啊骗了，最终就通过集中微小的民间的储蓄，那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金池。那这个不仅能让穆斯林安心的完成他们宗教义务，还能将这些资金投入一个合法的经济活动里面，并且为存户赚取合法的分红 Hibah。Tabung Haji 是一个隶属于马来西亚首相署宗教事务的法定机构，这个管理的结构就包括董事局啦 Board of Director 来制定一些战略、投资方向还有政策。第二是首席执行官，负责领导日常的运营还有管理的团队。第三，也有监管还有审计的机制除了受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Bank Negara 的监管还有指导以外，那它的这些财务账目呢，都必须要提呈到国会，并接受国家总稽查司 Auditor General 的严格审计。那如果民众想要把这个钱放进 Tabung Haji 呢，那主要都要通过主动的去存款或者是自动扣款的方式。这还是要讲一讲跟 Zakat 天课的这个宗教税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存入 Tabung Haji 的钱呢，完全属于个人的储蓄，不仅能赚取每年派发的红利 Hibah， 未来还能用来注册或者是支付刚才我们所讲的朝圣的费用。根据 Tabung Haji 发布的这个官方的财务数据呢，截至2025年12月31号他们的用户的数量就超过了970万名，资产管理的规模约958.8亿令吉，投资的资产是约963.7亿令吉，而它的总资产的规模呢，现在已经超越了其总负债的 liability 的约956.3亿令吉。为什么要特地提到这一点呢？等一下会跟你们讲到。整体的财务的结构保持算是 OK 的，投资的总收入有46.4亿令吉，红利的派发是 3.5%， 总额达32.2亿令吉。在派发红利之前呢，已经带存户向各州的宗教理事会
缴纳了总值9530万令吉的天课，也就是 zakat。那听起来都 OK 吗？为什么会有这个 RCI 报告呢？那就要讲到第2章 RCI 报告的由来了。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 RCI 的报告，是因为朝圣基金局在2014年至2020年就爆发了一个严重的财务危机，还有这些治理的丑闻。在这里我整理了一些时间点，介于2014年到2017年报道呢就讲到说尽管达布哈基的这个负债已经超过了资产，但他仍然向存户呢发布了这一个红利。2017年12月31号，一项财务的这个审查就发现到他的资产呢为703亿令吉，而负债已经高达744亿令吉了。这意味着什么？那我们来看看一下普通的有限公司在我们的公司法令下呢，就讲到说，如果你想要去分红利，也就是 dividend 的话，那当然要确保的是公司有赚钱，而第二呢是公司有钱来出这一个红利嘛。可是在负债已经高过资产的状况下，表示公司没有钱，那怎么去给这个红利呢？继续给红利的话，表示这个债务只会越踩越深。2018年12月10日，时任的首相署部长宗教事务的纳杜斯里穆加西博士呢，就在国会中就揭露了国家总稽查署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关于朝圣基金局财务状况的调查结果。报告就显示到，达波哈基在2017年的账目已经出现了40亿令吉的赤字，那整体的资金的缺口呢有达109亿令吉。他还透露，国行呢曾发出警告，指出在短时间内出现60亿令吉的存户提款潮过后该机构呢就开始面临流动性的危机。来到2018年12月31日，政府呢就通过一个特殊目的的实体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Urus Harta Jamaah Sdn Bhd UJSB 呢就接管了达波哈基表现欠佳的资产，并注入了196亿令吉的伊斯兰债券赎购以及3亿令吉的现金，作为恢复他财务状况的其中一个部分。来到7月14号2021年，政府呢就通过1950年调查委员会的法令，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 RCI。 这里呢我还是得补充一下，就这个 RCI report 呢，它是针对2014年到2020年嘛，所以不代表现在还有问题。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现在已经是有好转了，可是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当中的那些问题的存在在哪里。第3章，达波哈基当中的核心问题还有漏洞。第一，我们先来说说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缺陷。这份官方的调查文件呢，主要就讲到说这个法令里面在治理的结构上面有4个核心的缺陷还有漏洞。第一，主管部长的权力过大且专业受限。在这个法令呢，就赋予宗教事务部长极大的权力，涵盖朝圣的运营、资金还有投资。然后由于这个部长他专长于宗教事务嘛，就缺乏金融投资的背景，导致到在重大的资金还有投资的决策上面就完全要依赖内部管理层，当中呢就缺乏了一些外部独立的专业把关。委员会就因此呢就建议讲说，这个监管权呢由宗教事务部长与财政部长共同分担。第二，委任标准的模糊，导致到政治的干预。这个法令呢就有规定讲说这个董事局的成员必须要是穆斯林还有马来西亚的公民，缺乏了一些对金融经济或者是会计专业的背景的具体的硬性的门槛，所以就导致到2014年到2018年之间就有大量的政客就入驻管理层，使红利的派发、朝圣的一些收费还有补贴等相关的这些政策呢沦为政治的工具，引发一些社会的不安，并且重创到这个机构的信誉。当中就有讲到Lembaga里面要有不超过5位有财务、商业、经济等相关经验的人在。税务法令也是有一样的硬性的这个条件不超过3位有财务、商业、税务、法律等相关经验的人在。第三，缺乏任期的保障。这个法令呢就允许部长在无需给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随时可以终止董事局成员或者是高管的职务。那报告呢就列举了2021年时任的 CEO 还有主席呢，在合同期未满的情况下就突然间被撤职的实例了。这种可以随时无需理由去终止任何人职务的法律的这些条文在现今讲求透明度、问责制和良好企业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的时代呢，已经不再适用了，必须要做一些修法的纠正。第2章，Lembaga达波哈基的财务危机。朝圣基金局在2017年财年后就陷入了一个严重的财务危机的全貌。那当中的这些重点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几个维度啦。第一，自2014年起
起，这个资产和负债之间就已经存在一个赤字的缺口了。基金局没有对联营公司 associate company 的投资，还有子公司的投资还有融资呢，做相关的减值处理。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减值是什么意思。那假设说我今天用$200来投了 SpaceX， 结果它跌到剩下$120，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减值？我真正的价值呢就只有$120了。或者是我们买屋子，买屋子的时候是100万，结果哎呀土崩啊，这个价值呢就可能跌到去50万，那就要在这个财务报表里面就要做一个真实的价值咯。而且它是一个财务报告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准则，例如 FRS 139，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 MIA 它有发布过一个 FRSIC 14的指南，当中就规定到如果这个资产的跌幅是超过20%的话，或者是时间超过12个月的话呢，就应该被视为 material 显著或者是持续亏损这些亏损呢都必须要去做这个减值。不过报告里面就有提到，不懂是不是为了避免这一个账目上承认亏损呢？那这个基金局就设定了极高的减值触发线，股票市值应该要跌超过70%才肯做减值。在2017年财年的时候，甚至在一天里面把这个门槛从70%擅自改到去85%，随后又再推高到去90%。第二，基金局没有对房地产投资的一些 fair value 的价值跌幅做出一些损失的调整，这些都有准则的这些准则呢是 FRS 140 fair value， 中文叫做公允价值，就跟刚才我们所讲的房地产一样，没有做相关的调整。即便一项投资已经亏了80%，1000块已经缩到去剩下200块，不过在这个账目上依然是死守在它的原价，不做减值，不做 fair value 的调整，并没有显示出真实的财务状况。第三，2017年财政年度派发红利的时候呢，并没有把这一些东西纳入当时的总资产呢是为703亿，而负债呢已经高达744亿令吉了。第四，基金局记录了来自子公司的股息收入，尽管这些股息呢并未实际的支付给基金局。再来，第二，稽查监督的不够坚决。委员会根据当时的一些证据就发现到实际状况是，国家总稽查司已经承认，在2017年财政年度的审计报告里面呢，是应该有饱含这个保留意见的，或者是谴责的报告，而不是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强调事项 emphasis of matter 的无保留的意见的报告。在明知存在严重违规和重大减值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妥协发出了一个带有 emphasis of matter 强调事项的无保留的审计证书，为及时遏制过高红利的派发。第三点，缺乏专业能力。这个基金局呢，在缺乏专业的能力的情况下，大举进军高风险的房地产还有种植业，导致子公司连年巨额的亏损。第四，沉重的朝圣补贴 Hafiz 的负担。这个朝圣的成本逐年飙升，但收费呢长期受到政治因素而压抑所以导致到这个补贴的缺口很大。预计到2030年 Hafiz 将每年侵蚀高达7.42亿令吉的利润，不仅严重的挤压着存户的红利的空间，更迫使他们必须维持庞大的资金池来应付这些补贴的成本，感觉就是要拿钱来贴钱这样的意思了。第五，红利的计算方式。在2017年将红利的这个计算基础呢，由平均每月存款的余额更改为平均每年存款的余额，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 compound interest、monthly compounding 还有 yearly compounding 的意思。这计算方式确实有点不一样。储蓄银行的时候，它可以用每个月月尾的余额来计算这个利息，或者是根据每年的余额来计算这个利息。举个例子，我们放在 FD fixed deposit 的时候，就是 annual interest 就看整年的。那好像 EPF 这样，因为 EPF 我们存进去的时候是每个月存进去那当然就不可以用每年来算咯，概念就是这样啦。这个基金局的红利计算呢，在2018年2月7日的时候就对外宣布了。由于面对存户的负面的舆论还有强烈的反弹呢，过后就撤回了。最终2017年依然是用回这个平均每月存款余额法呢来进行这个红利的派发。这个计算方法的调整还有恢复呢，就导致到这个基金局在2017年财政年度额外呢就支出了6亿令吉的红利款项。第六，花红，员工高额的奖金与花红。在这一段时间呢，基金局的员工的奖金这个总额是非常高的，含年度的 bonus 还有奖金，介于2个月到13个月之间。例如2014年就曾经发放过高达13个月的 bonus。 这些奖金发放的时候都需要经过董事局、宗教事务部还有财政部的审批。然而委员会就认为，在2014年到2017年之间，基金局真实的资产其实是低于负债的，所以发放这么高的奖金还有花红呢是不合理的。
他的子公司的董事局还有特定的一些人员啊，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也获得了高额的 bonus 花红。2017年就发放了1148407，2018年就发放了100405000。当中就讲到说，因为奥地利亚 Bay Pavilion 那边赚钱，所以才发这么高的花红。但其实啊，这个报告呢就讲到说，他旗下的很多公司其实的表现呢都不佳，陷入了困境，并很多投资项目呢都蒙受亏损。总结一下，这里跟大家讲解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当财务或者是会计师他们在准备这个财务报告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一些想法，然后就看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意见。就简单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就可能我买一个 keyboard 跟 mouse， 这个滑鼠跟这个键盘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资产，因为它可以用超过2年，应该把它放在资产里面。而有一些就觉得说，这个应该便宜的东西啊，而且很容易坏啊，那我们就把它报销就好了，放在 expenses。很多时候就有很多不同这样子的看法啦。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讲到资产的一些 valuation 的部分他们就有了一个词叫做 realizable asset value 的 RAV 的方式来评估这个基金局的财务状况。当然可能在很多的准则上，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 RAV 啊，一些专业的词语啊，一些会计的准则等等呢，里面还掺杂了不少的一些敏感的种族还有政治的元素。故事牵扯的范围实在太广，涉及的人也很多啊，所以如果你们去看这个报告，后面就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在里面。当然我没有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你们去看这个报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名字在里面呢，纯粹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当时的一些董事啊，可能是刚好他们是里面的职员啊，被访问啊等等，不代表全部是坏人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呢，当中有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建议。同时间相关的诉讼还有仲裁的程序，包括在国会的辩论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也不到大家去批评到底是对还是错。相信他们在准备这些财务报告的时候，当然可能都会找到一些大的会计行或者是审计师去帮忙过目嘛，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机构，那谁对谁错呢？是真是假呢？我们就只好拭目以待咯。